上一期说到，小玉因为喝了和之国被污染的水患了疾病，路飞背着小玉赶去镇上看病。在穿过荒野的时候，路飞遇到了久别重逢的索隆，同时还遇到了同为罪恶时代现在在凯多的手下当差的超新星巴吉尔·霍金斯。双方刀剑相向，一场大战一触即发。索隆和路飞摩拳擦掌，本想要和霍金斯大干一场，可是小玉突发高烧，昏迷不醒。为了救小玉，路飞和索隆只好骑上狗子逃离战场。霍金斯抽了半天塔罗牌，终于抽到了一张好牌——逆位教皇。这是一张追击卡，抽到此牌后，霍金斯的稻草魔人立即开启了追杀模式，冲着逃走的索隆和路飞奔去。路飞看着越来越近的魔人，起身就要开干。索隆拦下路飞，酷酷地笑着说道：“放着我来，这种磨刀的机会怎么能放过？”霍金斯在远处操控魔人攻击，索隆先是展出一记刀锋，稻草魔人拦了下来。霍金斯摆布稻草魔人，举起手里的狼牙棒，重重地砸了下来。索隆反手握着秋水，与稻草魔人一顿对刀，足足对了2分钟之后，稻草魔人这几棍子敲下来力量太大，索隆能扛住，但是狗子却扛不住，这力量差一点把狗子的脊椎骨打折了。霍金和索隆同时发现狗子的异常，霍金斯用更猛的力道敲击索隆，索隆扛下来，低语了一句：“打起来手感不错呀。”接着索隆舒了一口气，爆发出超强的臂力，将稻草魔人弹开。霍金斯又操控稻草魔人那只带着巨大钉子的爪子掏向索隆，索隆格挡开之后甩出刀锋，直接割伤了稻草人的胳膊。霍金斯利用降头之术将伤害转移给马仔，自己毛事没有。索隆跳起身对着稻草魔人连续斩击，斩击转移给了霍金斯，霍金斯再将这些伤害转移给马仔，马仔们陆续倒下。真奇怪，这么不讲义气的人怎么会有马仔？其他马仔看着同伴们不断倒下，都很慌，用求助的眼神看向霍金斯。霍金斯淡定地说：“不用慌，看我的！干！你把伤害转移给大家了，你当然不慌了。反正死的又不是你，这个家伙真的很小人啊！”霍小人眼看和索隆陷入了僵持战，他操纵稻草魔人将狼牙棒重重地压在索隆上面，索隆双手持刀用力对抗。霍金斯趁机操控稻草人张开嘴巴，从里面喷射出无数个钉子雨，用阴招来暗算索隆。索隆的身后就是船长和小女孩小玉，他绝对不可能躲开。于是站在原地，双手持刀弹开了稻草魔人的狼牙棒之后，一顿斩击将稻草魔人的钉子暗器一一击落。由于暗器数量太多，索隆不幸被划上几道伤口，然而这对索隆来说连个刮痧都不如。虽然受伤不严重，但是霍金斯的卑鄙暗器手段彻底惹怒了索隆。他举起双刀，开始了自己的大招吟诗：2刀流2斩，一阵旋风将索隆包围。索隆冲上去，2把大刀齐齐挥下，一下子就将稻草魔人斩成了2半。索隆这一招下去，霍金斯又有个马仔倒霉了。霍金斯也真不愧对于真打这个称号，真打真的打不过他，这个段位都不配索隆用3刀流。索隆见好就收，不想和这种黑铁段位的人再次纠缠。现在紧急任务就是要救治小玉。索隆和路飞骑上狗子赶紧跑路。霍金斯的马仔问他用不用追，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追上去了，霍金斯肯定没事，他会把伤害全部转移给马仔，这帮马仔都得血溅当场。这小子还敢主动要求去追，这不是找死？霍金斯摇摇头，他拿出塔罗牌一算，算出有人会帮助路飞他们，追上去也没用，他们一定会逃走的。路飞这边，狗子拼命的跑路，索隆看了看扎进手臂里的钉子，眉头也没皱一下，直接拔了出来。霍金斯这个小垃圾，我都没好意思用武装色霸气，但还是被他暗算了一下。小玉的呼吸越来越急促，索隆催促狗子再快点，顺便带自己去打一阵破伤风。狗子跑得更卖命了，现在2条人命都在他的背上。如果因为跑不快耽误了索隆打破伤风，他前一秒是路飞的朋友，后一秒就是路飞嘴里的红烧肉，狗子哪里敢不卖命跑？跑着跑着，狗子突然一惊，来了个急刹车，在他的前面出现了死胡同，左右是2条岔路口。狗狗懵逼，他居然迷路了，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路飞看了一眼索隆，哀求狗子说：“现在就你知道路了，求你一定要想起来。”索隆沉思一下，这还用想？当然是往右边走了。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不对，是往左边走。”路飞和索隆回过头，看到一个长得很随便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上了狗子。索隆看得眼熟，有人告诉索隆，自己叫阿赫，是之前被索隆救下的女子。阿赫之前一直躲在狗子的尾巴里，看到索隆把霍金斯打败了，这才跑出来搭话。小玉的高烧越来越厉害，阿赫从怀里掏出手帕给小玉擦汗。从谈话中得知，阿赫认识小玉，他自己有一间茶馆，茶馆里预备了草药，可以抑制河水里的毒物，治疗小玉这种病症。九里的镇上有一个叫做简陋村的破落村子，住满了吃不饱饭的穷人，大家能用来果腹的东西主要就是捡来的粮食，所以它叫简陋村啊。
阿赫的茶馆就开在这里。茶馆的店员是一个高挑的美女小菊，认真来说应该是一个高挑的女装大佬，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之后的剧情再做详细介绍。小菊会用捡来的粮食做成饭团之类的食物招待客人，村民们对这种穷人食物十分上头。这里有一个细节，在茶馆的门口有一个 logo， 是光叶家族的家徽图案，而小菊意味深长地和客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很快就可以过上有吃有喝的生活了，预示着接下来的讨伐凯多的大战。这时，一个壮得像小山一样的家伙走出来，非常野蛮地将小菊的客人赶走，然后一脸坏笑地看着小菊。这个家伙是皇都有名的横岗，号称和之国第一相扑手的浦岛。他觊觎小菊的美色已久，听闻小菊交不起保护费，跑过来趁火打劫。只要小菊答应做他老婆，他就让小菊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不用工作，不用劳累，还能吃特供食物，吃到饱。小菊心里暗笑，掏出来比你都大，你信不信？表面上则十分礼貌地拒绝了浦岛，请他离开茶馆。浦岛自然对小菊纠缠不止。就在小菊为难的时候，在这路飞等人的狗子终于赶来了。大家谁也没理会眼前这个壮汉，跑进屋内去给小玉煎药。壮汉浦岛自然很不高兴，嚷嚷着要发飙。索隆走过来，平静地请壮汉离开。浦岛嚣张地问道：“我凭什么听你的？”索隆眼睛一瞪，身上的杀气和鬼气将浦岛完全震慑住。浦岛愣了一下，随即借口离开。路飞在屋内乖乖磨药，阿赫坐在小玉身边照顾他。小菊将索隆请进屋内，为他包扎伤口。远处的山坡上，红衣海贼团的贝波和他的小伙伴们在密切地观察着路飞等人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路飞好惹是生非，为了防止之后路飞这小子又引起什么骚乱，大家赶紧告诉罗。草药很快就煎好了，路飞端过药碗，逼着小玉喝了下去。良药苦口，这药虽然味道不好，但这是专门针对污染物质的草药了。小玉喝了药之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完全苏醒，精神的跟个没事人一样，张着大眼睛看着路飞和阿赫。这里是哪里呀？阿赫告诉小玉，他正在自己的茶馆里。得知小玉没有大碍之后，阿赫嘱咐小玉说，绝对不能再喝河里的水了。小玉点点头，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小玉大叫一声，飞快地奔出茶馆，向河边跑去。阿赫一个瞬移站到小玉身边，怒喝一声，不要再喝河里的水了，把小玉拎了回来。阿赫为小玉做了一碗年糕小豆汤，小玉吞了吞口水，连连摆手，表示自己不会吃的，因为他没钱，知道自己既付不起药费，也付不起这碗小豆汤的钱，他不敢吃。阿赫笑了笑，自己怎么会收小孩子的钱，而且还是很熟悉的小孩。小玉连连推辞，肚子却咕咕叫个不停。阿赫失去耐心，抓住小玉大吼一声，女人端出来的食物怎么可以说拒绝就拒绝？如果你不吃，我就将它撒到大街上。小菊惊道，贺姐可是说到做到的人啊。小玉端着小豆汤坐在门口发呆，迟迟不肯下口。索隆和路飞坐在两边看着小玉。路飞笑呵呵地说道，这不是挺好的吗？正好今天是你的生日。阿赫连连道贺，告诉小玉这碗小豆汤就当作是给他的生日礼物。小玉点点头，轻轻喝了一口小豆汤。也许是因为太久没吃过东西了，也许是因为小豆汤确实很好吃，小玉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笑着喊道，好好吃，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路飞第一次没有去抢别人的食物，他愣了一下，问道，你第一次吃这个？小玉点点头。路飞想起来飞着和他说过的话，这个孩子好多天没吃过饱饭了，勤勤恳恳地编织斗笠，换来的钱还不够一个人活下去。路飞皱了皱眉头，心里十分愤恨。小玉在一边很高兴，她吃着奢侈的食物，兴奋的两眼放光，这简直是最棒的一天。阿赫看着小玉的可怜模样，在一边默默地擦眼泪。而远处凯多的工厂还在冒着滚滚黑烟，路飞气得直哆嗦，看样子随时都准备咬人。阿赫告诉路飞和索隆，像小玉这种吃不饱饭的孩子，和之国还有很多。路飞愤愤不平，这种小鬼居然吃不饱饭，虽然长大了那些有毒的动物也是可以吃的。阿赫立即纠正路飞，无论长多大，有毒的东西也不能吃，只要人类不去破坏环境，大自然生长的东西是可以养活人们的。这一切都拜国家的幕后黑手凯多所赐，他把这个国家搅得一团糟。阿赫话题一转，问索隆和路飞尊姓大名。索隆吞吞吐吐地说道，我乃索隆十郎是也。路飞随口就说，我是蒙奇帝。索隆赶紧在一边连比手势再使眼色，表示不能让人知道真实名字。索隆轻声咳嗽一下，告诉阿赫，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路飞太郎。路飞撇着嘴，很紧张地附和。阿赫笑了笑，从路飞和索隆蹩脚的用词之中，他就看出来两人不是本国人。他让两人不要紧张，他是不会将这件事传出去的。在靠近简陋村的一个山上，在20多年前曾经有一座玉田城堡，山脚下有连绵不绝的农园，那是20多年前九里的统治者光月义田为了让大家能吃饱饭而特意开垦出来的。没想到如今却被和之国的强盗大蛇给霸占了。那里有吃不完的食物，喝不完的干净水，以及用不完的衣服，是和之国凯多和大蛇的特供地区。
在简陋村的另一边是官员们居住的村庄。简陋村的村民就靠购买他们不要的东西、过期的食物苟活，这就是简陋村啊！虽然艰苦，但勉强能活。在距离阿赫很远的地方，一个蝙蝠人用超声波听到了阿赫说话的内容，居然敢议论将军大蛇，这女人一定是不想活了。蝙蝠人拉开弓箭，对着阿赫射出一道蓝光。没等弓箭击中阿赫，索隆早就用见闻色霸气感知到了危险的存在，腰间利剑出鞘，将弓箭给拦了下来。飞沙走石的空气之中，索隆衣服飘扬，站立在阿赫的前面，简直帅得一批。这个蝙蝠人与之前袭击路飞的小喽啰不一样，他是已经吃下了人造恶魔果实的人，被称为给付者。蝙蝠人对索隆的突然出手表示很不满，举起弓连射数次。这个地方明显是拖剧情的地方，就是索隆和蝙蝠人互相对招的镜头来回切了半天，整整又水了将近1分钟。索隆和路飞将漫天的箭雨都击落，蝙蝠人对两人的出手很是惊讶，这种胆识和身手不像是本国人啊！最近农场里经常有盗窃案，难不成会是眼前的两人？索隆扛刀走来，蝙蝠人看索隆有点眼熟，仔细一看吓了一跳，独眼的浪人，这不是通缉令上的那个家伙吗？就在索隆和路飞被这个猪一样的蝙蝠人纠缠的时候，从远处飞奔而来一个人影，这也是一个给付者，他从远处飞奔而来，抓起小玉就跑。那么这个人抓小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路飞他们如何击退蝙蝠人？我们下期再见。